闵家就没有任何举动吗？没有，闵洛、闵元姐弟二人是已故的大夫人所生，闵家家主闭关，二夫人为了保闵家的利益，全然不顾闵元的身份，任由凌家悬赏。本官既然将此事告知于你，还希望你能念在师徒之情，帮闵元度过此劫。我带着闵元回楚府。本官带闵元先谢过了。谢个屁！作为朋友，我友善的提醒你，凌家人一旦来了萧城，你们大理寺要是敢插手，我连你们一起打。眼中怒意越发的浓烈。楚清月警告着胡安，到时候凌家人有个三长两短，大理寺若是敢伸手的话，就别怪他不客气了。有楚姑娘在，就算凌家的人再如何势力滔天，也不敢对楚府下手。闵元算是安全了，好严重的外伤，多处骨折，多处刀伤，能活下来已经是命大了。纳兰锦多多少少还懂得一些医术，简单的检查了一下闵元的伤势，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闵元咋伤成这个德行呀？闺女，难不成和凌家有关？楚天雄一见闵元，便猜测出来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西北闵家和凌家的事情他是知道一些的，也因为担心楚清月会着急上火，这才没有说闵元的事儿。谁曾想今儿闺女竟是把闵元给抬了回来。凌家虽不在10大家族之列，却也是大家族。闵元能孤身一人杀了33名凌家族人，也是勇猛啊！凌家这群王八犊子就该灭门！看着一直昏睡不醒的闵元，楚清月的心中百般不是滋味。夫人，本王已经查到凌家的人正朝着萧城赶来。这件事情你不用出手，凌家人的恶行用不到萧玉衡出手来制裁，他要亲自解决这群王八犊子，他一定要让凌家加倍奉还。翌日一大早，楚清月便被大理寺的人找去了，说是发现了重大的线索。一见到胡安，楚清月就看到胡安手中拿着的仕女图，案发现场的仕女图被当成证物拿回了卷宗室。奇怪的是，一幅仕女图原本昨日还好好的，今天就变了个色彩，这就是你说的大事儿？不仅如此，昨日你不是问我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吗？今早晨本官去卷宗室的时候，也闻到了你昨日所说的味道，但随着温度升高，那味道便会消失不见。胡安说着两者之间的差异，分析着楚清月进入屋子的时候嗅到的那股奇怪的味道。味道确认无疑是从仕女图中散发出来的，会随着温度的降低而扩散，反之温度升高就会消失。因为楚清月身中寒毒的关系，身体的温度会比寻常人低上一些，所以进入凶案现场后会嗅到空气中特殊的气味，也是这仕女图颜料所散发出来的味道。这话里面有玄机，什么东西能随着温度的降低散发，让人致幻呢？若是老朽没有猜错的话，这幅仕女图中所掺杂颜料应该有人的骨灰。骨灰？是的，在海外的一座岛屿上有一种习俗，将人焚烧后用其骨灰作画，再加上特别的药草，可让人在梦境中见到想见的人。欢，重新了解一下画家的人际关系，要最详细的，连他死前的一个晚上吃过什么东西都调查出来。一个想法在楚清月的脑海之中浮现，只是他还不确定，需要证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虽说闵元是为了复仇，可毕竟背负了33条人命啊。放心，我楚清月向来都是帮亲不帮理的人，就让闵元安心的留在楚府。对了，算工伤，大理寺要双倍付工资，回来的蛮快的嘛，我还以为你至少要10天半个月才会出现在萧国呢。什么时候拍万里山河图？暂定1个月之后。你不怕齐国的势力将楚府撕碎吗？大佬，您这次来不仅仅是问我这事儿吧？借本尊1000万两白银。大哥，你和我借钱，我没听错吧？1000万两，1年之后，本尊还你2000万两。大佬，你觉得我是那种有钱人吗？出手就是1000万两，那可是1000万，不是1000啊！当日出售给兰家和江家的万里山河图，你赚取了上千万两。这次本尊帮你盗取江家、兰家的万里山河图，你理应当借本尊1000万两。九离镜以一种很奇葩的脑回路告知楚清月，今天这钱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
最闹心的是，楚清月还不能问九离镜借钱的目的是什么，万一是什么起义造反，那他就是幕后人之一呀。1000万两毕竟不是什么小数目，我借钱给你可以，但需要立下字据，而且需要你用相等价值的东西作为抵押。再者，除了你之外，不准有其他人知晓1000万两是从我手中出去的。很明显，1000万两不保了。血煞宗少主亲自出马借钱，还用这种口吻来威胁他，而且他分明是金主爸爸，弄得和孙子一样唯唯诺诺。啪的一声，九离镜脱手而出一块玉佩，扔到了楚清月的手中。说来也很奇怪啊，原本浑身冰冷的楚清月，在握着玉佩的时候，感觉到了一股温暖之意流遍全身，血液之中的寒冷也是褪去了许多。这是我血煞宗的镇宗之宝，可克制你身体里面的寒毒，当做抵押，并且待到万里山河图交予本尊之时，本尊会给你东海龙珠。12种药草加上东海龙珠就可以解半毒，只要找寻到另外下半的方子，身体里面的寒毒便会彻彻底底的解除，自此之后就再也不用受到寒毒的困扰。好，既然如此，玉佩我就收下了，明日去港口取钱便是。成交。仕女图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现在坊间流传了好多版本啊，老夫觉得你可以利用这个案子写一本悬疑小说。我正有此意，正好可以写狄仁杰的番外篇。闺女啊，你让人制作竹月包，爹爹也找到了合适的工匠，相信不久之后便会生产出第2批竹月包。切，有什么好嘚瑟的？文学才是天下第一，老夫一定会让清月丫头的小说名扬四海。那是我闺女聪明，又不是你了不起，老夫也定会让闺女的竹月品牌闻名天下。3句话不到，楚天雄和狄阁老又吵了起来。对此，楚清月已经习惯了。哎呦，光顾着和你吵架了，都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楚天雄这才想起来有件事情没和女儿说，从怀中拿出一封信放在楚清月的面前。你去大理寺后不久呀，有个奇装异服的人送来一封信，说要交给你亲自拆开。楚清月接过信，拆开来，白纸黑字的内容，忽然间笑出了声。闺女啊，啥事儿啊？拓跋渊要来，已经启程了，大概等万里山河图拍卖结束之后就到萧城了。楚清月依偎在萧玉衡的怀中，说着白日来发生的事情。夫人想做什么便是什么，本王全力支持。明知血煞宗很危险，可萧玉衡还是宠着楚清月，让她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相信自己的女人。你这么宠我，我要是翻了天怎么办呢？夫人想要翻天，本王便陪着夫人一起翻，天塌下来，本王顶着。他说过，无论楚清月做什么，他都会陪在身边的，即便是与天下为敌。哎呀，你这么宠着人家，人家会不好意思的啦。羞红着一张老脸，楚清月窝在萧玉衡怀中撒着娇，这让某王爷心中的火更是浓烈。夫人，是你先勾引为夫，为夫便不客气了。他跟你是不是傻？撒娇和勾引你分不清的吗？话说出口之时，已经是为时已晚。书房中灯火摇曳着，门外的纳兰锦和烈风二人识相地离开了。翌日一大早，楚清月骂骂咧咧地拖着疲累的身子，哎呀，狗日的，老娘要是再让你爬到我的床上来，我楚清月3个字倒过来写。哭什么呀？这么大的人了，死都死过了，还怕疼吗？不是，徒儿只是高兴能再见到师傅，徒儿还以为永远也醒不过来了，永远也见不到师傅了。瞎说，受了这么重的伤，还不是熬过来了？以后的你啊，一定会大富大贵的，什么都别想，交给师傅就好，你就安安心心的养伤。师傅，我给你添麻烦了，但我没给你丢人。你呀，好好的在楚府养伤。还是那句话啊，别的事情不需要担心，敢欺负我楚清月的徒弟，就是和整个楚府为敌。仕女图画师的人际关系查出来了吗？查出来了。案卷上增加了诸多的信息，其中最为关键的信息便是画师的身份并非是萧国人，而是入赘到萧国的一个流浪之人。画师与妻子成婚之后，夫妻生活甚是美满，可惜妻子在生产的时候死于难产，自此画师的情绪变得古怪阴晴不定起来。
现在的这一任妻子只是照顾画师的一日三餐，和画师并没有实质性的夫妻关系。收养的养子也只是在给画师做小工，不曾开口唤过画师父亲。可是奇怪的是，画师妻子孩子死的时候，邻居们竟然没有看到画师妻子孩子的尸体，没有出殡，也没有任何的征兆，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你的意思是说，画师将妻子孩子的骨灰加入了作画的颜料之中，再加上特制的一些特殊的颜料，以及那小岛上的筏子，让这一幅仕女图有了魔力。魔力2个字确确实实可以形容楚清月当日所见的场景。他也查阅了一些关于能够让人产生幻觉的一些信息，萧国便有2种植物具有此类的功效，一旦植物的枝叶在低气温下扩散开来，就能够瞬间进入脑海，让一切有生命的动物，包括人类，产生恐怖的幻想。再结合霍安今天说的一切，正好应对了他昨日所查到的信息。那这么说，员外和商人之死只是因为收藏了仕女图而已？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啊。若是画师是死于自己内心的恐惧，还情有可原，可员外和商人的死蹊跷得很。再重新彻查一下员外和商人的人际关系，不要从仇人这个方面去入手，从利益最直观的受益者来下手。本官知道。明渊怎么样了？凌家的人过几日便到了都城，你要小心才是。凌家的人已经到了，我买菜之前就去了楚府。楚清月把来之前楚府门前发生的事情说给霍安听，凌家二爷把他当成了楚府买菜的丫鬟，并且还威胁他3天之后去什么四峰客栈上门赔罪，还要将闵元一同也带过去。你打算如何处理这事儿？简单啊，凌家人来1个打1个，来2个打1双嘛。只要凌家人舍得死，老娘就舍得埋。回到楚府的时候，萧玉衡也回来了。哟呵，大爷，您可真是稀客呀！大白天的就来了，奴家可真是惊喜呢。爷就喜欢白天和夫人做一些大人之间的事情。夫人准备好了吗？哎，大白天的，别老不要脸的。夫人的意思，晚上本王可以不要脸吗？丹凤眼中的笑意，要多么宠溺就有多么的宠溺，看得一旁的狄阁老和楚天雄2人牙都酸掉了。自从回到萧国之后，狄阁老是不仅仅蹭吃蹭喝，还常驻楚府，美其名曰是第一时间获得最新的小说。老小子，你说要是素问还活着，看到清月丫头如此幸福，会不会笑得合不拢嘴呀？是啊，难得楚天雄没有对回去，眼神看着远方，似乎也在幻想着他们一家子其乐融融的画面。凌家的事儿你解决了吗？今儿楚府门前发生的事情，他们都是心知肚明的。凌家来找麻烦了。凌家那群臭鱼烂虾还值得老夫动手吗？这事儿就交给清月丫头吧，老夫相信她能处理好此事。狄阁老并不打算收拾凌家，凌家不值得他理会。倒是楚天雄，明明是7国排名前10的高手，怎么总是一副怂包老头的做派？你还要装下去啊？那些人没来之前，老夫可不想破坏这份平静啊。闵元，我楚清月护定了，就算你们凌家所有人齐上阵，我也不惧。楚清月，既然你来了，凌某就和你好好的说一说闵元。不必了，一来我不想听，二来我楚清月帮亲不帮理，你说再多也是徒劳。凌家二爷，你要是有时间，就代劳转告凌家家主一句话，待到闵元养好了伤，咱们好好的说一说闵洛的事情。对了，还有闵家，凌二爷回去之时也一并转告了。刘元、纳兰锦，大姐，三王妃留一口气，送回凌家。知道，大姐，你放心买菜去吧啊！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和纳兰娘娘清就好了。臭小子，别以为你是小侯爷就可以随意给本公子起绰号。这么说，本公子也是三王府的门客。刘宇安、纳兰锦2人一边拌嘴，一边毒打凌家众人，打得对方毫无还手之力，只能抱头鼠窜。拎着菜篮子的楚清月早就离开了。他相信有纳兰锦在，凌家这群人不会死，但和死也没什么区别了。这个是在员外府和商人宅院发现的，2封信都是同一个人写的，可以确认这2封信是出自同一个人的笔记。为何会出现在员外府和商人的宅院呢？信纸上的内容大致是没什么有营养的价值，但一个微小的细节引起了楚清月的注意。
蓝霜是谁啊？员外的私生女，也是商人的小妾。找到凶手了，就是蓝霜。员外的私生女蓝霜，从小娘亲身亡，一个人流浪在外，被员外寻回之后，谁知员外为了自己的利益，将蓝霜嫁给了商人做小妾，这让蓝霜怀恨在心。无意间路过画家的宅院，得知了画家的事情，他也曾听闻那个传说，便以各种手段让员外买下了仕女图。商人之死也是出自蓝霜之手，也是利用仕女图挥发的毒素达到杀死商人的效果。若不是员外和商人经商的习惯，都喜欢将一些书信夹杂在账本中，怕是他们也不会发现这个细小的细节。抓住蓝霜之后，还未等审问，蓝霜便是供出了全部的事情，将杀死员外和商人的事情和盘托出。这位大哥，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你是楚清月？我是楚清月啊，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我是段一刀。幸会幸会。请问段一刀先生，您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吗？验尸，我要你查清楚我夫人的死因。这位段一刀先生啊，你看哈，我们这儿是楚府，不是义庄。你要不要先把您夫人的棺木送到义庄，等我处理好自己手头上的事情再去找您呢？不行，段一刀。狄阁老十分确认眼前的男人不是别人，正是江湖第一大魔头段一刀。见过楚前辈，狄阁老。段一刀伸手抱拳，态度冰冷地打着招呼，而后目光又落在了楚清月的身上。验尸，我要知道夫人真正的死因。段先生，要不然您先找个客栈休息，等晚上的时候我去找您好吗？验尸。无论楚清月说什么，段一刀只有一句话，那就是验尸。楚天雄知道段一刀的性格，若楚清月今日不验尸的话，段一刀怕是不会善罢甘休。闺女啊，我就把后院收拾出来啊！他还在想办法周旋呢，怎么老头就把这事儿给应下来了呢？我的天啊，师傅，你竟然不知道段一刀的名讳？闵元告诉楚清月，段一刀是江湖的第一大魔头，是人人得而诛之的邪魔，而且3年前以一人之力敌对数百名正派高手，将100人屠杀后，却是坠于悬崖之中，自此再也没有人见过段一刀。江湖上传言，段一刀坠崖之后死了，尸体也被野狼叼走了。还有传言，段一刀修炼了魔功法，因被反噬跳崖之后陷入了寒潭之中。大理寺掌握的信息则是段一刀想要了结一切的恩恩怨怨，跳入悬崖之后假死，用了一个平民家男子的身份与一个商人的大小姐成婚了。二人夫妻恩爱，还听说大小姐有了孩子，只是命途多舛，许是因为段一刀所造就的杀戮太多了，妻子死了，就连腹中未成形的胎儿也一同离去。师傅，段一刀来楚府做什么呀？找我验尸，给他夫人验尸。多谢楚前辈。行了，你就安心住下来吧，等我闺女忙完手头上的事情，自然会帮你夫人验尸。但是在这段时间，你要保证不得做出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楚天雄对段一刀3令5申，告诉段一刀这里是楚府，有楚府的规矩，而不是他们魔教。老头，你到底想做什么？没啥，看段一刀可怜，就把他留下了。其实段一刀还是咱们楚家的远房亲戚，是你堂叔他8大姨家的小儿子的三姑家的。目的是什么？爹爹说的话你都不相信啊？老头，楚府就你自己一个男丁，我哪里来的堂亲表亲啊？30个字之内，我要知道一切的因由。当年你娘亲怀你动了胎气，段一刀他爹给你娘一味药草方才保住了你。段一刀他爹段流水用了魔山的特殊药草保住了素问和清月，虽然段流水死了，但是这个人情还是要还的嘛。真的就这么简单？闺女啊，你就帮爹爹一回吧，就算带爹爹回了段流水的这个人情债。人情债我可以帮你还，就算感谢当年段流水前辈的救命之恩，但老头，你保证没有别的原因隐瞒我？爹爹发誓，爹爹把该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真的？千真万确呢，爹爹骗谁也不能骗你，是不是啊？再说了，10天之后他自然会离开啊。10天？段一刀在他夫人的身上涂抹了一种毒药，这种药呢，可以让尸体保持一段时间内不腐败，尸体就像是睡着了一样，不会变臭。不过这种毒药毒性十分剧烈，若非常年修炼毒功的人，
根本不能接触。只有段一刀夫人身上的毒全部挥发掉，才可以让楚清月验尸，否则也会沾染上剧毒的。那这货刚才还让我马上验尸啊！我要是接触了他夫人的尸体，那不就完犊子了吗？好了好了，爹爹已经帮你教训过他了，赶快养伤，大理寺的侍卫都在等着你回去呢。师傅，你帮我把牌子还回去吧，我身上背负了33条人命。他知道自己杀了林家33人的后果是什么，也清楚一旦回到大理寺，兄弟们一定会保护他，可他不想给大理寺添麻烦了。师傅，帮徒弟个忙可以吗？做什么？帮徒弟打造个面具，以前的闵元已经死了，徒儿想以新的身份留在楚府，跟在师傅身边为楚府办事。什么都别想，好好的养伤，该处理的事情师傅都会帮你处理。既然不想回大理寺，就留在楚府吧。想复仇也要等养好了伤之后。林家不过是一群秋后的蚂蚱，你师傅这个人呢，向来是帮亲不帮理，林家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师傅，好了好了，安心休息。娘亲的宝贝儿，你怎么哭了呀？是谁招惹了咱们灵儿不开心啦？不是，娘亲，灵儿错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和娘亲说啊。娘亲，昨儿他一个人溜到了书房玩耍，看见架子上面有个盒子，就好奇地拿了下来。可是个子太矮，在拿下了盒子的时候，不小心把墨汁给打翻了，墨砚里面的墨汁都洒在了盒子里面。而那个盒子装了7张图，虽然他把图上面的墨汁都用清水洗了个干净，可是有好多痕迹都洗不下去。灵儿怕娘亲生气，就偷偷把盒子里的东西都装了回去。可是，娘亲，灵儿错了，灵儿不是故意的，灵儿以后再也不敢了。娘亲，是天泽没有看好灵儿，您责罚我吧。哥哥，都是灵儿的错，是因为灵儿的贪玩才做错了事情的。娘亲，你打我吧，灵儿不会哭的。灵儿，娘亲呢是很生气，做错了事情就要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所以娘亲决定责罚你抄千字文。娘亲，你不打灵儿了吗？对，但是不准有下一次了，否则娘亲就要罚你1个月不准吃肉了。不会了，娘亲相信灵儿，灵儿一定不会再调皮捣蛋了。至于你，护着妹妹是哥哥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不能一味的偏袒，这样会让灵儿养成不好的习惯，知道吗？儿子知道了。还有，你不许帮着灵儿抄写千字文。娘亲放心，儿子一定会在一旁监督，绝对不会徇私的。楚天泽认真的模样，楚灵儿可爱的模样，让楚清月这个当母亲的别提有多么的暖心了。就算是万里山河图被毁了又如何，也比不上他儿女半分。书房中，楚清月整理着被墨汁浸染的万里山河图原版，大部分的墨汁都被水清洗干净了，但上面还有一些印记，不过影响也不是很大，再清洗一下就可以了。正当楚清月打算重新清洗羊皮卷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浸染了墨汁的羊皮卷底部出现了一行小小的字迹，字十分的浅淡，若非没有墨汁的浸染，根本发现不了每一张万里山河图还有如此玄机。爹，狄格朗，你们来看看，有许多字儿我并不认识。狄格朗，你学识渊博，见多识广，能不能看懂这些文字啊？老夫若是没有猜错的话，这些文字应该是盛夏朝皇族的文字。狄格朗也不知道这些字儿的具体意思是什么，但可以确定这些文字是盛夏朝皇族的文字。盛夏朝推广了2套文字，一套是用于天下百姓，车同轨，书同文；一套是盛夏朝皇族的文字，只有传诏书、祭祀等等重要的场合才会使用这套文字。但随着盛夏朝，也就是大夏灭亡之后，这套文字就鲜少有人能够看得懂，慢慢的便流失了。还有这么一说？青月丫头，你也别灰心啊！老夫虽然不晓得这些字的内容，但有人还是知道的。谁啊？知微老人。不行，老夫绝对不会让清月去找知微老人，即便不清楚这些字的含义，也绝对不可以。你害怕个什么玩意儿啊？这都20年了，他说的事情呀，不都没发生吗？清月还不是平安活到现在吗？爹，我和知微老人有啥关系啊？闺女啊，爹和你说啊，知微老人可不是啥好东西，比敌眼还要损，
在你出生的时候给你批命，说你成年之后呀，多灾多难，活不过21。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我怎么不知道？你知道啥呀？那时候你才出生，天降异象，知微老人亲自登门给你啊批命。迪格老说起他出生的那一天，天空红光大盛，知微老人给楚清月批命，说他命如天高，却也多灾多难。少年时候有一道死劫，若是过了21岁，又是一道死劫。更是说他是七国的祸乱之源，会让七国成为人间地狱。知微老人是男是女的？德高望重的老者，谁也不知道知微老人多少岁了，只知道他占卜算命很厉害。七国的皇族每年都要花上重金去求知微老人占卜一卦，但只有有缘之人才可以见到知微老人。那知微老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啊？在什么地方也不许去。当年若不是因为他的一番话，你娘亲又怎么会落得现在这个地步？好了，不去就不去嘛，别生气啊。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儿？下朝这么晚？七国皇室的事情。七国？难不成七国要打起来了吗？燕国和萧国联盟的事情商议的如何了？陛下收到一些密函，与本王收到的密函大致相同。雪国、齐国几个国家的皇室皇族子嗣陆陆续续死于非命。死于非命？萧国呢？2皇子和7皇子重病。七国皇室皇嗣非正常死亡，再加上一些莫名其妙的势力在七国各个地方崛起，萧国也隐藏着这股子的势力。血煞宗现在还没有查清楚，但血煞宗脱离不了干系。哦，对了，萧玉衡，你认识知微老人吗？夫人怎么提起知微老人了？这件事情怎么说呢？一切还要从灵儿说起。楚清月讲着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情，灵儿主动认错。他在万里山河图上发现了新的信息，摘抄下了羊皮卷上的文字。狄格老的意思是说，知微老人懂得大夏皇族的文字，楚老头还不准我去寻找那个知微老人。唉，早早休息吧，明儿你还要上班呢。卑鄙小人，竟然敢盗取本少爷的万里山河图！说话就好好说，刀剑无眼，万一伤了我，蓝公子又要赔钱了。江公子没和你一起来，你们兄弟2人可从来都是公不离婆，趁不离驼的呢。说，为何盗取万里山河图？蓝公子这话问得好生奇怪啊，又不是我盗取了万里山河图，这一点蓝公子你应该是心知肚明的。确实不是他偷的，只不过是血煞宗偷了万里山河图之后，将其转手交给了他。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的这种行为呢，不算是偷，最多就是回收。蓝公子今日来楚府，想必不仅仅是为了万里山河图的事情吧？我呢，最近被人暗杀，这个人使用的武器是你们蓝家特有的兵器，现在就在大理寺卷宗室放着呢。我有些不太明白，蓝公子，请问你派杀手暗杀我的目的是什么？得到全部的万里山河图吗？既然我们蓝家的万里山河图在你手，还不还给本公子？蓝公子，稍安勿躁嘛。我这张图呢，是从血煞宗少主手中高价买来的，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蓝家的那一张，但是蓝公子若是想要回去的话，总不能让我亏本才是嘛。本少爷从未见过如你一般厚颜无耻之人。蓝公子啊，我楚清月又不是什么坏人。不如这样吧，我这里呢有2个选择，你且听听看。楚清月开口道出了2个选择。第一，数日后在楚府门前拍卖万里山河图，到时候蓝家需要负责一切的布置细节，比如招待贵客之类的。当然，蓝家不仅仅可以从中获利，更可以在拍卖结束之时获得其余几张万里山河图的拓印版，是7张全部的万里山河图哟。第2种选择就简单的多了，蓝之年可以高价从他手中买回其中1张正版的万里山河图，并且他还会追究蓝家杀手刺杀他的事情，而且血煞宗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他也不敢保证。2个选择，还希望蓝公子尽快给我一个答案。本公子凭什么相信你？凭7张万里山河图啊，凭我楚清月天生貌美倾国倾城啊。开玩笑，他说的话有哪一次是信过？说给万里山河图就给，说坑人就坑人，多守信呢。数日后的万里山河图拍卖大会上，蓝家所得到的一切钱财，我楚清月都不会沾染。蓝公子放心便是，只要蓝公子招待好来买图的客人。见蓝之年没有说话，
楚清月为了表达诚意，让门外的刘宇安将3张拓印版的万里山河图送了上来。蓝公子请看啊，这3张呢虽然是拓印版的万里山河图，却是和原版的一模一样啊，甚至更加的精细。挑出其中一张来，也是从蓝家拿回来的那张万里山河图拓印版，交给蓝之年作为佣金呢。这2张图先预付给蓝公子，剩下的4张万里山河图等到事成之后自然会奉上的。你发誓，若是再敢欺骗本公子，你楚清月不得好死。我发誓，至少在万里山河图的这件事情上呢，我楚清月绝对不会欺骗你蓝大公子。若有违背誓言，天打5雷轰，如何呀？好。有了楚清月的誓言，上门来找茬的蓝之年姑且是相信他这么一回。清月丫头，你早就知道蓝之年要来？狄阁老还真当我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半仙儿吗？我可不知道蓝之年会来楚府。如果蓝之年今天没有来，他也会让血煞宗的人去蓝家问候一下。没想到蓝之年比他还要沉不住气。也好，自己上钩，他也就把所有要说的事情一并说了。狄阁老，宣传的事情进展如何了？放心吧，老夫早就命人将万里山河图的事情呀散播出去了，相信过不了几日，那些人就会陆陆续续的来到萧城。闺女啊，你交代的那些竹月包包，爹爹也命人日夜赶制出来了。这段时间就麻烦爹爹和狄阁老了。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呀？你是爹的闺女，都是应该的。什么你都和老夫争抢？去死这件事情你怎么不争了？这事儿还用得着争抢吗？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老夫可不想和你这种快进棺材的老不死的相比。这种事情上呀，在下认输。看着眼前争吵不断的2个老人家，一个是自己的亲爹，一个是对待自己如亲爹的狄阁老，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劝说。大姐，你来，我有事儿要说。刘宇安招了招手，示意楚清月过来，他有重要的事情必须要跟他说。啥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清宁的事情啊？哪敢呀，我稀罕清宁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做对不起清宁的事情？那是什么事儿？是我家的那老不死的，让我转告你一件事儿。刘宇安也是今儿早上回侯爷府的时候，他们家老头子跟他说的，让他转告大姐。方才回来没多久，又遇上了蓝大公子，这才把事儿给忘了。我家老头子让我转告你，最近要小心平南王。平南王？不是说平南王病重在身吗？还能折腾起什么水花来？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老不死的让我告诉你一定要小心谨慎，说是平南王最近会有异动。至于什么异动他不清楚，还是注意一些为妙。行，我知道了。楚清月，给本王滚出来！哟呵，这什么风啊，把平南王你给吹来了，不好好的在家里等死，来我楚府做什么呀？楚清月，本王不想和你过多废话，交出万里山河图，本王可以让你楚府上下留下全尸。哦，原来是为了万里山河图来的。不过万里山河图我已经给了血煞宗了，平南王若是想要的话，就只能和血煞宗去要了。和我一个妇人要什么？别跟本王耍花枪，本王限你10个喘息之间，交出万里山河图，要不然别怪本王不客气，血洗楚府！我的天呀，哪个王八犊子嘴巴这么臭呀，还血洗楚府？小爷倒是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血洗楚府啊！平南王啊，老夫也想看看你要如何血洗楚府，就凭你们几个也想拦住本王？哈哈哈哈哈！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就在楚清月等人准备好迎战之时，一道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短一刀横在平南王和楚清月之间，眼神森冷地看着众人。而此时横在两者之间的断一刀全身迸发着紫色的气息，在夜色映衬下异常的耀眼。楚天雄见状暗叫道不好，左手抓住楚清月，右手抓住刘宇安，向后纵身一跃。落单的狄阁老气得直跳脚，这个老不死的，老夫就知道你没安好心，没想到你竟然耍阴招！闭嘴！你看这是什么呀？学习此等法门，要从小开始全身浸泡在各种毒虫毒草之中，而且修习之中九死一生啊！
段一刀身为魔教教主，自有一套法门，再加上他爹段流水悉心指导，自然不会半途挂掉了。而且段一刀天生就是学武的好料子，更是事半功倍。平南王竟然带兵围攻楚府，想要争夺万里山河图。楚清月能够想象到平南王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想要在万里山河图散播出去之前将其归为己有，也不看看现在都到了什么样的阶段。天下所有势力都盯着万里山河图，就算平南王有能力从他手中抢走万里山河图，有命去找宝藏吗？他敢保证，假设平南王拿着万里山河图离开，不出3天的时间，准会被人碎尸万段。平南王，你好歹都50、60岁了，这50、60年是怎么过的？我呢，虽然不知道谁在暗中帮你滞留了萧玉衡的脚步，让你盲目自信到有能力攻陷楚府，可你现在看看，我们楚府只派出了1个人，却把你们给团灭了。楚清月，本王杀了你！在楚清月一声声嘲讽声中，平南王更是暴怒了。只是还未等平南王上前，楚府关闭的大门再次被人打开，除平南王之外一个不留。除此之外，大理寺护安等人也是赶来了楚府，与三王府的侍卫一起将平南王的残余势力剿灭，并且将平南王押送到了大理寺的天牢之中。萧玉衡、楚清月，你们2个狗男女，以为抓住本王就能判本王死刑了吗？判不判你死刑不是我的事情，我们2人只来探监而已。平南王，我有点不明白，你说你这么老奸巨猾的人，怎么做出了如此蠢笨的事儿啊？楚清月猜到了，平南王是想从楚府盗走万里山河图，以万里山河图作为资本来达到一些目的。可放眼整个齐国，只有将万里山河图放在楚府才算是安全，那也是他谋划了这么久的结果。如果外人拿走万里山河图的话，他觉得此人活不过3日的光景。平南王并非是智障，但是今天晚上的种种举动确实是比白痴还要白痴。因由为何？平南王，咱们俩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聊过天，不妨你就告诉我，你想要从楚府手中拿走万里山河图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配知道吗？配不配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今日你败了，彻彻底底的败了。无论是你所期待的血煞宗，还是宫中内卫，都保不住你了。当楚清月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平南王眼睛半眯着，狠毒之意更是浓烈，甚至有一种将楚清月就地碎尸万段一般的狠绝。这样吧，咱们俩呢也算是相识一场了，别管之前有什么样的过节，我呢也答应你一件事情，我答应你会让你死得痛快一些的。楚清月，你们以为真的能让本王栽在大理寺中？难不成平南王你还在期待着什么？宫里那一位保不了你了，血煞宗更是早早就放弃了，知道为什么吗？万里山河图。还好平南王的智商又回来了，我还是想不明白，您这样老奸巨猾的人怎么会被那个人摆布呢？楚清月，本王把所知道的都告诉你，但你要保证本王的后代活着。不可能，平南王真是太高看我楚清月了，我就是一个无知妇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权力保证你平南王府众人无忧呢？平南王，你应该比我要清楚，一旦你对楚府下了手，第一个想让你死的人就是我，我又怎么会圣母到去保护平南王府的人？你想太多了。自古成王败寇，你已经输了，败者就应该知道自己的下场。我虽然不能左右你的生死，但我可以左右你是痛快的死还是痛苦的死。还有，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最后一次机会。一盏茶的功夫后，平南王开了口，只是平南王所说的并非是这一次盗取万里山河图的真正目的，而是反问楚清月，如果有一天当七国处于混乱之时，他会怎么做？我能怎么做？只要我所在乎的人能够平安健康，天下乱成一锅粥又与我何干？我又不是神，能解决这乱世之争。那如果有人威胁你认识的亲人、孩子、爱人、朋友，你又当如何去做？那就灭了吧。似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平南王吐出一口气，没有了方才的敌意，反而解脱了一般。那本王就在天上拭目以待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让楚清月摸不着头脑。多谢段先生昨夜出手相救，
段一刀继续擦拭着棺木，没有理会楚清月的道谢。是一些小零食，还望段先生莫要嫌弃。什么时候验尸？再过上几日便可。等到令夫人身上的毒素全部挥发之时，我自然会为令夫人验尸。我不打扰了，请慢用。说完话后，便退出了落雪园。原本是要给敏媛送辣条，结果算了，从灵儿那一份拿出一些吧。蓝之年，你到底找我有啥事儿？别这么干看着行吗？看得我瘆得慌。平南王的事情怎么回事？就那么回事儿。平南王想抢走万里山河图，可惜准备不足，调查不足呗。你可知一旦万里山河图被别人拿去了，那将会是多么严重的事情？本公子所做的一切也会付之东流。蓝之年，据我所调查，你在人们口碑中的印象是一个沉稳狡诈的蓝家少爷，怎么一见着我就跟炸了毛的母鸡一样？你应该庆幸万幸，昨晚上来楚府的是平南王。楚清月相信蓝之年是个聪明人，能明白他话中的意思，不需要费力气去解释种种。如今流传着平南王死了，别管是真还是假，至少打消了不少人心中的念头，不是吗？楚清月，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吗？淡定淡定，放心便是。一来有柳家军在楚府左右护着，二来有段一刀在楚府里，再加上平南王的事情突发，就算是他们有心想要抢夺万里山河图，也没这个胆子。况且除了我能保证万里山河图安全的拍卖之外，但凡万里山河图到任何人手中，不出3日便会家毁人亡，面临被灭族灭国的风险。你就这么自信？天下之大，厉害的人数不胜数，你又如何能保证得了？柳家军、段一刀，我爹楚天雄，一个了。再不济，我也是个漠北的越王，我男人是萧国的3王爷，血煞宗又与我合作，我怕谁啊？如果某些人真的威胁到了楚家任何一个人的话，我大可以将万里山河图毁了便是。大家都别想得到好了。楚清月的话并没有在开玩笑，但凡楚家真的受到了威胁，那他就立刻毁了万里山河图。而且他相信，无论是江湖势力、天下势力，还是七国的皇族，谁也不希望万里山河图被毁，所以他有绝对的资本，安心便是。遇到这么一点小事就咋咋呼呼的，还蓝家公子，还未来蓝家的继承人，淡定一些，平常心啦。被楚清月教育了一番，蓝之年眯着双眸，脸上的表情异常的斑斓。平南王真的死了吗？今早晨发现死在了深牢中，是自缢身亡。萧玉衡说着平南王的死因。今早晨朝堂上对于平南王的死争议很大，但最终还是定义为畏罪自杀，倒像是平南王的风格。等万里山河图拍卖出去，等年后开春，咱们要不要去度个假放松一下呀？夫人想去哪里啊？落霞山庄还是落月山庄？我想去西北。西北？对啊，西北之地，萧国西北之地是个好去处，山美水美不说，更是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原本萧国的国都定在了西北的安城，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都迁都到了现在这个地方。我想在西北买下一些地，建立自己的庄园，并且闽园的事儿也该解决一下了。而且我听说林家和闵家在西北的地段那可是相当之不错。楚清月一早就有这个打算，去西北，一来是为了寻一处好的地段以备不时之需，二来嘛就是给闵园讨一个合理的说法，让那些人知道他楚清月的徒弟可不是好欺负的。你说我是不是太坏了？夫人即便成为天下第一恶毒之人，本王也深爱着夫人。平南王的事情解决了，现在对楚清月来说，只要把万里山河图卖出去之后，一切烦恼都结束了，只期待着那一日的到来。陛下，您不辞辛苦尾随在我身后，到底有什么事儿吗？你对待朕如此态度，就不怕朕责罚你吗？要动手，陛下很早以前就动手了，何必此时此刻出现在我面前来威胁我呢？陛下，咱们今儿就开门见山的说吧，万里山河图我会给你，你也不用像利用平南王一样来找楚府的麻烦。平南王受人指使，或者说是受人威胁，带兵围攻楚府，能让平南王如此的人，这世间怕是只有萧景瑜一个人了。目的嘛，自然明了。但平南王为什么会心甘情愿的受萧景瑜的摆布呢？以往的萧国
一直都是萧景瑜、萧玉衡和平南王三者实力互相牵制、互相制衡。在明知道有90%被他击溃的情况下，平南王还要这么做。他想不到萧景瑜手中到底抓着平南王什么证据，才会让平南王宁可自缢也要保全他呢？聪明的女人往往活不长久。多谢陛下夸赞，我必定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说吧，陛下有何指示？萧景瑜也不遮掩，与楚清月说出了自己前来的2个目的。其一，万里山河图，既然楚清月开口应了，那他也不再废话。第二，秘密调查一件事情，即便萧雨衡也不能开口。什么事啊？宫中皇子接二连三沾染怪病，朕已经失去了2个皇子。这个陛下不觉得霍安更能胜任吗？霍安身为男子，不方便进入后宫之地。说着，萧景瑜示意身旁的太监将一块令牌送到了楚清月的面前。这是出入后宫的腰牌，朕将其交给你。3日之内，朕要你查出真凶。陛下，我并没有打算接受案件，您这么做是不是强人所难了一些啊？我就是一个无知妇人，陛下太高看我了。萧景瑜半眯着的眼睛明显出现了一丝不悦。楚姑娘，陛下说了，只要您能解决这件事情，您自然会知道寒毒后半部分的解药。陛下，李公公说的可当真？自然，朕与你不同呀，没必要说一些无所谓的谎言来诓骗你。是否想解毒，就要看你给朕的答案。楚清月抓不准萧景瑜心中所想，但是为了1/1000的可能性，还是试一试吧。好，既然陛下抬爱，我便接下这桩案子。等案子破了之后呢，还劳烦陛下将寒毒的解药给我。朕说话一向算话。陛下，您真打算将寒毒的解药给楚清月吗？楚清月身上的寒毒可是牵制萧玉衡和楚府的重要因素，若是楚清月身上的寒毒解了，那……朕还没想好。一抹笑意浮现在唇角，似笑非笑的笑意中隐隐地透着一丝玩味。萧景瑜这孙子可信度高吗？不高。萧玉衡一早就知道解药在萧景瑜的手中，但派人寻找无果。我想试试，死马当成活马医。夫人，怎么了？没什么，夫人想做什么便做什么，有本王在。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怎么办？你什么都依着我，我都养成了坏习惯了。那夫人只需要一直依赖着本王，永远。好，永远。书房的门被人敲响，刘宇安一脸铁青的表情打断了2人之间的腻歪。大姐，有人找。知道了。楚清月前脚刚走，纳兰锦迈入书房中。王爷，您确定不将那件事告诉楚姑娘吗？夫人知道的越多，对她来说越危险。很显然，萧玉衡并不打算将事情告知楚清月，在一切发生之前，他会妥当处理好。纳兰锦长叹一口气，那件事情危及到了七国，也危及到了楚清月。王爷将所有的事情都扛了下来，只希望所有的危险都能够逢凶化吉。目前也只能这么想了。1日，老奴见过李贵妃。见过李贵妃。楚姑娘不必多礼，您是陛下请来的人，自然也就是本宫的贵客。死的皇子中，2皇子便是李贵妃的亲生儿子，没有人比李贵妃更加想要抓住凶手了。如今李贵妃只有一个年幼的7皇子在身旁养着，她不希望自己的小儿子再遭遇什么不测。楚姑娘，这几日你就用长春宫长室姑姑的身份行走于后宫之中，若是有人胆敢阻止，抬出本宫的名头便是了。2皇子是李贵妃的儿子，也是最为有希望继承太子的人选之一。前不久病逝，这让李贵妃心伤已久。贵妃娘娘请放心，既然我接手了此案，便一定会找出真凶，还2皇子一个公道。多谢了。皇儿那几日总说他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本宫便去找了大师为皇儿做法。后来呢？后来大师赠送了皇儿一道符咒，果然戴上符咒的皇儿好了许多，只是未曾想到。说到伤心处，李贵妃又哭了起来。楚姑娘，我虽然贵为贵妃，
可咱们都是做母亲的，你一定能够体会到本宫的心情。贵妃娘娘放心，我一定会找出凶手的。宽慰了一下李贵妃，楚清月便是跟着太监去查验二皇子萧子涵的尸体。这是什么香？回三王妃的话，这香气呀，是皇宫中独有的一种熏香，可以使人安然入睡。这是二皇子最喜欢的熏香。自从二皇子离世后，娘娘一直命人在二皇子的寝宫点上此香。一旁的太监如实禀告着一切。二皇子死后，皇帝下令不准任何人踏入宫殿，并且将二皇子的尸体安置在宫殿中，即便是贵妃娘娘也不准靠近。你出去吧，这里留我一个人就行了。是，三王妃，您若是有什么事情，直接召唤医生便可，小春子就在外面候着。可查出了什么？二皇子是死于蛊毒的，而且是一种很特殊的蛊毒，一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人根本就不会对他人下此等恶毒的蛊。蛊毒？如果没猜错的话，其他不正常死亡的皇子皆是中了同样的蛊毒，下此蛊的人迟早会受到相同程度的噬心之苦。一般来说，没有什么灭门之仇的人根本就没有胆量对旁人下这种蛊，而且这种蛊只有神秘的汉江部族才会使用。楚清月这后半句话也没有说全，但大致的意思是在告诉萧景瑜，你是不是得罪了汉江部族的什么人，才会让那人不惜一切代价的下蛊毒来谋害萧国的皇子。夫人，你怎么来了？本王自然是来接夫人回家。一会儿回去的路上路过菜市场的时候停一下，买点香菇。好。还有买点羊肉，咱们晚上涮火锅吃。好。再路过琼花酒家买点酒，他家最近出了一些新的酒，听说很好喝的。不好。什么事情他都可以依了楚清月，但唯独让他身子不爽的事情不能依。夫人身体不好，近几日又要来月事，万不可饮酒。你怎么比我记得还清楚啊？不喝酒多没意思啊，我就小小的喝一口就行呗。夫人，哎呀，知道了，不买了还不成吗？萧景瑜那货怎么招惹上了汉江部族的人？应该是3年前的那件事儿。萧玉衡与楚清月说起了3年前萧景瑜命大将军攻打南蛮之地时误杀了汉江部族之人，这才会有了今日的种种。照你所说，汉江部族的女子来到了萧国复仇，这么说虽然是说得通啊，但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儿。只是简单的复仇吗？如果是简单的复仇，萧景瑜为何要大费周章的让他来查案？看来这事儿和汉江部族真的脱离不了干系。夫人，如果将来七国乱了，夫人最想做什么事儿？七国乱不是迟早的事情吗？好了，这事儿不去想，该来的总会来的。3日时间已到，你可找到了凶手？李贵妃已经派人去抓凶手了，相信再有半个时辰，贵妃娘娘自会带着凶手来御书房了。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李贵妃押解着一个宫女来到了御书房。你是汉江部族的人吗？冤枉啊！陛下，奴婢冤枉啊！楚清月，你的意思是说这名小小的宫女便是刺杀朕数名皇子的真凶？别看她只是一个小小宫女，却可以瞒过层层壁垒，灭了萧国皇室皇子的人。小皇子并没有病，一切都是我和贵妃娘娘演的一出戏，目的就是为了钓鱼，为了能够引出隐藏在人海之中的大鱼。小皇子佯装蛊毒发作，让凶手误以为计谋得逞。还记得昨天我让宫女分发下去用来焚烧的草药吗？草药是最为寻常的草药，甚至还有一些毒性，可一旦经过焚烧，就像是试剂一样，焚烧之后的气息沾染到人的身上，会让携带蛊毒地方呈现出青黑色。这法子还是他从漠北的老牧民口中学来的。只要在后宫找出最黑的那个人，自然可以查出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蛊毒的人，那人便是真凶。三王妃厉害，只不过这是汉江部族和萧景瑜之间的恩怨，还希望三王妃莫要插手此事。放心，凶手已经找出来了，就没我事儿了，剩下来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吧。我知道我今日很难活着离开皇宫。萧景瑜，你杀了我汉江部族100人，如今我只是杀了你的几个儿子，上天可真是不公啊！宫女含恨
不能够再为族人去报仇了。不等宫女说完话，弩箭如雨点一般朝着他飞射而去。陛下，凶手已经找出来了，你答应过我的事情也应该实现了吧？你答应朕的事情何时兑现？好说，不就是万里山河图吗？走上前，楚清月将拓印版的万里山河图放在萧锦瑜面前。这是万里山河图。我只要解药。萧锦瑜知道7张万里山河图是拓印版，可即便是拓印版，萧国如今也就只有他才有独一份。不过7张万里山河图换来的并非是寒毒的解药，只是一个装着信的信封。萧锦瑜，你耍我！朕并没有寒毒的解药，却有寒毒的解毒方子，你可以尝试一下。陛下赠于夫人的解毒方子最好有用，否则本王不介意让萧国步了庆国的后尘。三王爷是在威胁朕？夫人是本王不可触碰的逆鳞，为了夫人，本王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更何况一个萧国。第一个老，你的药方和王冲一的药方差了一位龙珠，我不是很确定萧锦瑜给的解毒方子是真是假。这个嘛，老夫也不是很确定。想来见多识广的的哥老也是纠结得很，是不是解毒的药方他不知道。唉，轻叹了一口气，的哥老似乎是隐瞒了什么，却是又不能和楚清月开口言明，至少现在还不是说出口的时候。师父，我想等伤好了之后回一趟西北之地。你放心啊，我不是回去莽撞报仇，我是要去给姐姐重新立坟。我听大理寺的侍卫说，我姐姐的尸骨被送回了闵家，我不想让姐姐死后留在那种地方。养好身体，等万里山河图拍卖之后呢，咱们楚家老老少少都去西北之地溜达，到了那个时候再找闵家和林家算账也不迟啊。师父。闵元感激地看着楚清月，他明白师父是要替他报仇。既然你当我楚清月的徒弟，就是我们楚府的人，咱们楚府一向是帮亲不帮理的，更何况你师父我看中了西北林家的那片地段。好啦，这些事儿等过后再说也不迟啊。闵元吃完了饭后，和楚清月闲聊一会儿，又喝了一碗药后睡了下去。你为何不怕？怕什么？段先生救了楚府，是楚府的恩人。再者，我是法医。段先生，我现在要给令夫人验尸，您是否需要回避一下？不需要，你验你的。好。楚清月拿着特制的柳叶刀划开了女子的肌肤。这个时代没有先进的设备仪器，只能以最古老的验尸手法来判断人真正死亡的原因。尽管段一刀用药保持了女尸外部容颜不变，但内里已经是变质腐烂了。仔细的检查了一番，楚清月将女尸的五脏六腑重新放置在尸体的身体之中，将其切开的刀口缝合上。你的妻子并非是中毒而死，也不是外力致死的。楚清月从老头子和狄阁老口中听闻了段一刀重获新生之后的事情，本想与妻子平静安详地生活下去，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他的妻子死了。为了能够查明真相，段一刀又杀了许多人，想要为妻子复仇，但结果并非如此。你妻子的心脏有问题，不能够遭受刺激，一旦病发便会心痛。段一刀夫人的病相当于是21世纪医生口中的先天性心脏病，而且还是最为难医治的那种类型。从外表上来看，段一刀所表现的平静甚至冷漠，会让人以为他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感情的生性清冷的男人。但楚清月从他的双眼中感觉得到，他对妻子的爱是那样的浓烈，以及深深的自责。这是什么？钱啊，我楚清月呢是恩怨分明之人，懂得感恩。当日平囊王的人包围了楚府，说是没有段先生出手相救的话，楚府老老少少怕是避免不了一场恶战。这些钱呢，也没有要羞辱段先生的意思。我楚清月是个俗人，也只能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来表达感激。不需要，银货两讫，各取所需。你帮我夫人验尸，恩情已经还了。在段一刀的眼中，金钱失去了价值。从此以后，他背着夫人回到乡下生活，再也不过问尘世间的任何事情。从此以后，青山绿水之间，只有他和夫人两个人，不再看楚清月一眼。段一刀背着棺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楚府。是个爷们儿啊，和他爹一样重情重义。老头儿，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没和我说？都是一些陈年旧事而已。
你得相信爹爹，就算世界上所有人都与你为敌，唯独爹爹不会。爹爹呀，会永远站在你这边。全世界为何都要与我为敌啊？因为万里山河图吗？微蹙着眉毛没有说下去，越是说下去，楚清月越觉得楚天雄话中有话。你也不能总瞒着清月丫头吧，就算是能瞒得了一时，也瞒不了一世啊。更何况萧玉衡会替你一直守着清月丫头，你真不打算为苏文报仇吗？至少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间。这才对嘛，这才是你楚天雄。现在老夫还活着，只要老夫活着一天，就不会让那些人伤害清月清宁。他一直都很清楚，狄阁老赖在楚府不走的原因，并非单纯的蹭吃蹭喝，更多的是关于清月清宁身上的秘密。狄言，你应该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我不想清月清宁成为第二个苏文。放心便是，老夫虽然再看不惯你，但自有分寸。更何况清月丫头有三王爷护着，刘宇安那臭小子更是不会让清宁受伤。话虽如此，可他们终究有老去的一天。贵妃娘娘，这么巧，本宫还以为认错人了呢。灵儿，给贵妃娘娘请安。贵妃娘娘啊，这就是三王妃的女儿吗？好生可爱。小丫头叫什么名字呀？回贵妃娘娘的话，我叫楚灵儿。楚是楚灵儿的楚，灵儿是楚灵儿的灵儿。小丫头，你想吃吗？不想吃。不想吃是假的。灵儿嘴角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楚清月这个无奈啊，他们家灵儿这个爱吃的性格可真是改不了了。给你。小哥哥，灵儿真的能吃吗？吃吧。李贵妃脸上表现出了一丝丝诧异的目光，她太知道自己儿子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了。虽然平日里是一脸温和，却心性清高，即便与她这个生母都保持着几分生疏呢。这是李贵妃从来不敢想象的画面。贵妃娘娘，您怎么会在这儿的？前往楚府。李贵妃告知楚清月，今日出宫的目的便是要去楚府的，去表达她的心意。景砚小哥哥，我们家今天晚上吃烤肉，你要不要一起来啊？母妃，我能不能留在楚府用饭？等到晚饭过后，母妃再派人来接我。好，张公公会留在你身边，用完晚膳之时，张公公自然会接你回府的。就劳烦三王妃了，本宫的儿子鲜少开口求本宫的。好说好说，一顿饭而已嘛。这谁啊？小皇子今儿留在楚府吃晚饭。小皇子，萧景瑜的小儿子。对，您二老也别下棋了，帮忙处理一下肉啊。灵儿，你和天泽好好的招待小皇子。好，走小哥哥，我带你去找我哥哥和姨姨。说着，灵儿转身牵住了萧景砚的手，去了后院。咋回事啊？皇宫没大米了，皇帝的儿子跑咱家来吃饭做什么呀？就是，何况这孩子还是李贵妃和萧景瑜的孩子。李贵妃主六宫氏，家族势力庞大，萧景瑜能够稳坐今日的宝座，与李家脱不了干系。那不成有什么阴谋诡计不成啊？行了行了，别瞎猜了。灵儿主动邀请小皇子来吃饭呢。楚清月简要地说了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哦，吓死老夫了，还以为有啥阴谋呢。卖万里山河图呢，收入了不少的钱，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这段时间，楚清月和众人合计着如何最大化的利用这些钱。闺女啊，楚府现在有钱不假，但一旦发生了什么，能上手的人却是少之又少。毕竟呀，远水解不了近火呀。老夫也同意你爹说的话，正巧老夫也认识几个江湖闲散人员，他们基本都是饱一顿饿一顿，不如就招纳到楚府，如何呀？老爹，狄阁老，在这个时间段招兵买马会不会有一些不妥啊？想要保护楚府，拥有自己的势力不假，但是这是在萧国，他是漠北的越王，萧玉衡又是萧国的三王爷，萧景瑜那个王八犊子虽然是消停了一段时间，可不见得他会一直安生下去呀。如果他招纳势力的话，会不会让人误以为他们楚府要造反？到时候麻烦可就要接连不断了。这个好办，就说柳家军扩招就行。老夫明儿个就和老侯爷打个招呼，要造反也是他们柳家造反。狄阁老，我们柳家得罪你了吗？开玩笑啊，老夫这不是开玩笑吗？还当真了。
至于楚府用于自己势力的这事儿呢，暂且延后不提。当下最为重要的就是挣钱。小说和奢侈品虽然是挣了不少的钱，却不是个长久之计。兰家那边呢，我会去沟通一下，到时候和兰家合作一些商业。兰家不是去找宝藏了吗？一提到万里山河图，众人八卦的话匣子又打开了。自从万里山河图拍卖之后呢，得到万里山河图的幸运儿就开始寻宝的路途，没有得到的势力也开始了下黑手的阴谋诡计。总之，死的死，伤的伤，因为万里山河图所死亡的人数早就已经无法估量了。时间一晃，很快就到了年底。今儿是大年30，按照萧国的习俗，中午要吃上一顿丰盛的菜，晚上吃饺子守岁。饭桌上，楚天雄、狄个老和老侯爷3个人把酒言欢。老侯爷本应该在侯爷府过年，但是侯爷府长子在戍守边关，二子也没在身边，刘宇安还死赖在楚府不走。楚清月这才将老侯爷接到楚府来热闹热闹。嘿，以后咱们就是亲家了啊！也别这么客气，来喝酒喝酒。楚天雄在听到亲家2个字的时候脸色一黑，说真的，他是真舍不得把青宁嫁给刘宇安，要不是看在刘宇安对青宁真心真意的份上，不提了，大过节的不提伤心事儿。纳兰姐啊，你说你堂堂纳兰家族的嫡长子，怎么就心甘情愿当主府跑腿啊？要知道，纳兰家族曾经可是萧国第1家族，但后来犯了事儿，被灭了族。至于纳兰锦为何会成为3王爷的狗腿子，那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小侯爷此言差矣，在下是楚府的管家和跑腿是2码事儿。刘宇安负责管账，闵元负责管治安，纳兰锦则是负责管刘宇安和闵元，负责管理整个楚家的大小事务。庆国的皇族已经被完全架空了，血煞宗没少出力啊。血煞宗，一提到血煞宗，楚清月就想到了九黎镜，这货不是去找万里山河图的宝藏去了吗？对，血煞宗已经在庆国谋划了许久。庆国有今日的结局，一方面是因为皇室的贪婪，君王昏庸无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血煞宗搅浑水。总之，庆国已经面临分崩离析的命运，注定要从7国之中除名了。而且7国一众势力都在寻找宝藏，他们生活在萧国都城，看不到杀戮，实际上每天都在上演着100计的厮杀。不过老夫听说一件事情呀，燕国和萧国的联盟寻宝团已经率先一步找到了宝藏的大概位置。燕吴和萧景瑜的速度够快的，这才多久的时间就找到了藏宝位置。而且单是顺着万里山河图的指引，这一路萧国和燕国就已经死伤无数了。宝藏是个好东西啊，何况还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银财宝，若是谁能够得到宝藏的话，必然会称霸天下。清月丫头，你和老夫说实话，你真的不对宝藏动心？我这么爱钱怎么会不动心？那可是富可敌国的盛夏朝宝藏。不过我这个人懒，没心情去找宝藏。虽然他曾经也动过找宝藏的念头，现在看来，当初的选择拿到图后将图卖了换钱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呀，否则寻宝的路途危险万分。狄个老，我托您办的事情就麻烦您费心了。放心吧，这事儿交给老夫就行。你和3王爷去西北的时候也需要小心些啊。凌家和闵家能成为西北霸主，也是有一定的实力的。楚清月委托狄个老的事情，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庆国现在大乱，说不准什么时候国家就解体了，到时候庆国一定会陷入混乱之中的。他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狄个老以7国大文豪的身份挖墙脚，把庆国能够用的人才都挖来楚府，来增大楚府的自身势力。夫人先去休息，本王处理完手中的要事便去睡觉。不碍事，你看你的，我正巧也在琢磨一些解寒毒的药方。狗日的萧锦瑜骗他说有寒毒的解药，可是到手的只有解毒的方子，害他白高兴一场。也不知道这些药苏建仁能不能够找得到。他写了一份相同的药方送去了鬼谷，应该会有收获吧。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难不成老头子你手里还有万里山河图啊？没有，万里山河图就只有7个碎片而已。
是啥事儿啊？你给我找后妈了？你爹我对你娘亲的爱永恒不变。白了一眼楚清月，楚天雄从怀中拿出了一朵小白花，这朵白色的花像是有生命一般，竟然在黑暗之中绽放出了微弱的光芒。这不是我白天不知道从哪里带回来的花吗？这朵花并不是你带回来的，而是有人故意放在你身上，来引起爹爹的注意。闺女啊，你不是曾经问过爹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吗？爹爹现在告诉你，这朵小白花代表着一个组织——九天。若说血煞宗存在七国的历史悠久，一提到名字就让人心惊胆寒，那九天便是足以操控这世间的一股神秘力量。从时间上来说呢，九天的存在比血煞宗更为久远，久远到可以追溯到盛夏国的开元。九天这个组织神秘且庞大，每一个组织成员都身负高深莫测的武功，而九天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抹杀一切危险的因素，让世间得以正常的运转下去。九天名字有点俗啊。爹爹曾经是九天的一员。哈？楚天雄点着头，告诉楚清月，他不仅仅是九天的一员，也是九天的暗杀组的首领。楚天雄自小便生活在九天组织中，爹爹自然会解疑你心中全部的疑问。三王爷应该知道一些关于九天的事情。知道些许。20多年前，爹爹和你娘亲相知相爱，并且生下了你。但是九天的祭祀占卜出你的命运，不仅仅会危害到七国，还会让这世间成为人间炼狱。为了保护孩子，楚天雄和苏问离开了九天，来到了萧国，以普通人的身份定居。20多年了，没想到九天的人还是找来了。九天的祭祀占卜我是祸害，所以就想要将我抹杀。楚清月算是听明白了是什么意思了。狄阁老说过，知微老人也曾给他批过命，亦是如此。自楚清月一出生，天降异象便与常人不同。他尽管用尽所有来保护孩子，九天的人还是找上门来了。这么说，九天的人是想灭了我了？你放心，爹爹就算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不会让他们伤害你。岳丈放心，夫人是本王的妻子，本王自然不会让九天的人伤害她一分。爹，别忘了我是谁，我可是楚清月，是漠北的越王，是萧国的三王妃，更是你楚天雄的女儿。楚清月是第一次听到九天这个组织的名字，陌生得很，不清楚对方的实力。但是从楚天雄的描述来看，九天的存在强大到足以操控七国，可见势力之庞大。就算如此，想杀他也要问问他同意与否。无论是七国还是九天，本王会一直在你身边，天塌下来为你遮风挡雨，地陷下去会为你撑起所有。我也一样，仅仅4个字，却是表达了楚清月所有的情愫。3日后离开萧国都城的日子，在离开前，楚清月千叮咛万嘱咐要保护好楚府的老老少少。这一次离开不单单是为了给闵渊报仇，同样也是为了楚府。一下子就要离开都城2个月的时间，萧景瑜不会暗中做手脚吗？萧景瑜现在最为关心的并非是本王，而是万里山河图。萧国和燕国联盟，2国共同寻找宝藏，但彼此间谁也不放心谁。现在宝藏的大概地点他们也知道了，萧景瑜的精力更多的放在了宝藏身上。他这个时候离开并无大碍，这一次就当休假，夫人去哪里，本王就陪着夫人去哪里。小少爷，你回来啦？家主在哪儿？家主在书房，正巧家主让我来告诉小少爷一声，既然回来了，就安安心心的留在闵家。至于别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就不用去理会了。管家口中指的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什么？楚清月明白，说的就是闵渊姐姐闵洛的仇恨。小少爷，我现在就带你去见家主。你还有脸回来？闵修开了口，身为父亲，第一句话不是关切，而是指责。我回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拿回我姐姐的灵位。闵洛是闵家的人，你有什么资格将闵洛的灵位从闵家拿走啊？咔嚓一声脆响，楚清月随手拿着一个价值连城的花瓶摔在了地上。你做什么？没做什么呀，看你不顺眼不行吗？说着，楚清月又拿起随手的一个名贵但不知名的摆件，
啪嚓一声，找死！纵身一闪，闵修起身，一掌朝着楚清月袭了过来。在闵修近身之时，萧玉衡随手一挥，不仅抵挡住了闵修的力道，也将其震退了数十步。你们是什么人？我呀，我是闵元的师傅。楚清月介绍着自己和萧玉衡的身份。虽说萧玉衡是萧国的三王爷，但常年都在萧国都城待着，身边又有护卫守护着，鲜少有人能够见得到本尊。来人，给我抓住他们，往死了的！听到家主的命令，侍卫们冲进了书房，欲要将楚清月、萧玉衡和闵元三人抓住。敢动我师傅试试！闵修，闵元是我楚清月的徒弟，你们不疼，我楚清月疼着。不过我现在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做，限你们1天的时间，准备好闵洛的灵位送来，否则这后果嘛。楚清月扫视了一眼在场所有的侍卫，否则洗干净脖子等死吧。叫林家家主出来，就说闵元带着他师父师娘来寻仇了。一时间林家侍卫集结，不久林家族长林风度也出现了。我呢是闵元的师父，这位是闵元的师娘，我们是来给闵元报仇的。说话间，林家的侍卫早已经是拔刀相向。林家一众侍卫刚做完预备姿势，楚清月便是敲了敲千机匣，一瞬间数千根银针飞射而出，快得让人躲闪不及。林家族长，这一次来呢，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复仇，给闵洛报仇雪恨。你到底是何人？我是楚家嫡女楚清月，这是萧国三王爷萧玉衡啊。林某不知三王爷和三王妃大驾光临，还望两位恕罪。林家族长，你还是和刚才一样，我们毕竟是来寻仇的嘛。三王妃说笑了，这一切呀，都是林家管教无方，才让那逆子呀做出了不当行为。闵小少爷杀了林家人复仇是应该的，闵洛的死，林家一定会给闵小少爷一个交代。林某只求三王爷和三王妃能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林家这一回。林家家主，你这个态度，狗腿的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寻仇了。回三王妃的话，识时务者为俊杰，林某自知不是三王爷和三王妃的对手，只求能保住林家。师傅，您不必顾忌徒儿，只要您开心便是。闵元想要复仇不假，他更不希望师父为难。这一次回到西北之地，固然是要为姐姐的死讨一个合理的说法，可他更加尊重师父的想法。三王妃，这是林某的一些心意，还请三王妃晓纳。这是？回三王妃的话，这是天玉城的地契。天玉城位于萧国、燕国、雪国和庆国4国的交界处，属于是3不管地带，易守难攻。但因为地理位置的尴尬之处，4个国家都想要将天玉城归为己有，但是又不能够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林家家主，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林某的一些心意，林家做错了事情，自然要给闵小少爷一个合理的说法。林家的逆子已经死了，身为林家族长，林某理应做出赔偿。说真的，楚清月动心了。来之前，他和老爹狄个老还在商议着西北之地如何，将林家收了以后，便可以在西北之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但终究还是在萧国境内，萧景瑜那个王八蛋是不会让楚家的势力安安稳稳的生长的。如今林风度的一张地契，可算是解了他的后顾之忧。可是闵元的仇也不是一件小事儿啊！他当初是信誓旦旦的和闵元保证，一定会让林家付出惨重的代价，也不能食言呢。师傅，楚府的发展比徒儿的仇恨更为重要，徒儿能分得清轻重。多谢闵小少爷宽宏大量，饶了林家等人的恶行，林某再次代林家谢过闵小少爷。既然林家家主如此厚礼，那我就收下了，怪不好意思的。楚清月将地契收入怀中，将一瓶解药放在了桌子上。这个林家家主拿去吧，可解了护卫们身上的银针之毒。多谢三王妃，多谢三王爷，多谢闵小少爷。闵元这孩子也真是的，早说是三王妃的徒弟，爹爹也不至于冒犯了2位贵客呀。若说林风度是狗腿，那闵修完全就是100个林风度。闵家家主，你有啥事儿直说就成，有点犯恶心。三王妃身体不舒服吗？闵某这就去请医师啊。闵家家主无需如此，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只是要将闵洛的灵位带走。闵某早已经准备好了，来人，将闵洛的灵位请来。
不多时，只见下人双手捧着泯落的灵位，将其送到了闵元面前。三王爷、三王妃，这是闵家的一点小礼物，还望三王妃大人不计小人过呀。什么？难不成闵家家主也打算送个天玉城给我？很显然，他们去林家的事情，闵修一清二楚。这货到底要干什么？回三王妃的话，闵某的礼物虽然不及天玉城那么贵重，却也价值连城啊，还望三王妃不要嫌弃呀。这是一张藏宝图，闵某知晓三王妃并不缺藏宝图，但这张图啊，与寻常的藏宝图不同，传闻在盛夏山中隐藏着一处神秘宝藏，里面堆满了金银财宝。藏宝图？楚清月拿着藏宝图翻来覆去地看着，当看到藏宝图最下面隐藏着一行特殊文字之时，眉头皱得更深了一分。这张藏宝图上的文字为何会与7张万里山河图上那些文字如此的相似？是，回三王妃的话，这一张藏宝图是闵家100年前无意间得到的，并且呀，破译了宝藏就在盛夏山中。既然你们已经知道宝藏就在盛夏山中，为何要将这图送给我？闵家自知没有这个实力拥有藏宝图和宝藏，如今借花献佛送给三王妃，只求平息三王妃的怒火呀。何来怒火一说呢？比起我来说，闵家家主更应该和闵元赔罪才是啊。楚清月很自然地将藏宝图收入怀中，若是一般的藏宝图，他并不打算收，但是这张藏宝图上的隐藏文字和万里山河图相仿，不得不让人心生疑惑。也别管藏宝图的事情是真是假，先拿回去看看再说。是，这是自然。转过身，闵修朝着闵元鞠躬行礼，全然没有闵家一家之主的威风劲儿。儿子，一切呢都是爹爹的错，是爹爹没有过多的关心你和泯落，这才让林家有了可乘之机。你放心，以后爹爹一定好好的关心你。不需要。闵元声音清冷异常，他不在乎闵修的态度。如今姐姐的灵位已经是拿回来了，便是没有再留在闵家的必要了。师傅，你们聊，我在外面等你们。不理会众人的目光，闵元没有任何留恋的离开了闵家。闵家族长，这一次呢，你应该感谢闵元。如果不是闵元不再计较，我和萧玉衡是绝对不会让闵家众人看到明天的太阳的。闵修没有说话，他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杀气。好自为之吧，从今日起，闵家再无闵元。闵某恭送三王爷、三王妃。家主，当真将藏宝图送于他人吗？不然呢，等着闵家被灭吗？没想到林家老东西竟然舍得将天玉城交出去啊！看来凌风度也怕了，否则万不可能交出天玉城的地契，一送就送上一座城，谁舍得？相比天玉城，那份不知道到底存不存在于盛夏山的藏宝图，什么都不算，能保住闵家才是重中之重。小少爷真的是三王妃的徒弟吗？为何小少爷从未提起？若上次回来之时提及与楚清月有关的事儿，闵家也不会坐视不管，事情更不会发展到这种程度。现在提起这茬还有什么用啊？便宜了那小畜生了。为师有点过意不去。师傅别这么说，您和三王爷为我所做的一切，徒儿全都看在眼中。比起我的仇恨，天玉城和藏宝图重要太多了。闵元笑着，他没有任何埋怨，也不会去埋怨。若真说遗憾，只能怪他自己没有足够的实力，不能自己亲手手刃了仇人。他不会气馁，等到他足够强大的那一天，一定会解决所有的麻烦。徒儿，你这么懂事，更加显得为师贪财了。师傅，我知道你为了我好，视我为家人，我也如此。只要师傅能高兴，一切都不重要。徒弟，为师好感动啊！来，抱一抱。别，师傅，我还想多活几年呢。他可不敢得到师父的拥抱，除非他想原地爆炸。夫人在想什么？咱们还有2、3日就可以到盛夏山，可这张图不觉得有哪里奇怪吗？这么看，觉不觉得整个盛夏山像是7张万里山河图的缩小版本啊？7张万里山河图的残片拼凑在一起之后，
将其调转，和眼前的藏宝图所画出来的图形几乎是吻合的。夫人，看这7个点。藏宝图上并不清楚的7个点，不就是7张万里山河图每一张上所隐藏的信息吗？萧雨恒，你就是个天才！若非夫人先发现了端倪，本王也不会察觉到这几处的不同。还是夫人聪慧。这话我爱听。此次西北之地一行，楚清月获得了很大的意外收获，一个是天域城的所属权力，一个就是藏宝图，而且这一份盛夏山的藏宝图与万里山河图竟然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一行3人在前往天域城的路上，正好顺路去往盛夏山。老朽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盛夏山危险重重，老朽只能带着你们去西边的山林，再进去啊，就无能为力了啊。老人叫做王叔，王叔是附近村落中最好的老猎人，曾经多次进入盛夏山中打猎，可即便如此，也不敢深入盛夏山的内部。多谢王叔，王叔只要将我们送入盛夏山就好了，剩下的路我们自己走便是了。楚清月笑着，并且将手中的金银放在了王叔手中。王叔也不客气，拿着金银揣进了衣兜里。看着面前的3人已经打定主意要去盛夏山，他也收了钱，也只好转身做起了向导。几位可要小心了，盛夏山里面毒蛇猛兽颇多，各种毒虫也让人头疼啊。我说啊，我们当时在村里提起盛夏山的时候，好多人都面露惧色。盛夏山真的这么可怕吗？闵元回想起3个人在村落歇脚的时候，提起要前往盛夏山，并且以高价钱雇佣向导一起进山的时候，村民们的表情各自不一，但纷纷面露恐惧的神色，好似盛夏山是什么洪水猛兽一般，让人避之不及。咱们在外面看盛夏山，它仅仅是一座山，可咱们一旦进入盛夏山的内部，它就是要人性命的存在呀。王叔给3人说起盛夏山的种种恐怖传说，说着这几百年来多少人都死在山林里面，死不见尸啊。慢慢的，村民们对这座山是充满了忌讳，可村里的猎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即便盛夏山再恐怖，那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也得进去啊。于是乎，每年附近的村民都会祭祀山神，保佑平安，但每年仍旧是有数十人死于山中。那山里面真的有山神和妖魔吗？不知道啊，就算有山神和妖魔又如何呀？咱们又不做亏心事。哎呀，如果真遇到了，也是命啊。一处空地旁，篝火燃烧，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回响在山林中，伴随着夜色中更是嘹亮的狼嚎声，一股紧张的气息挑动着众人的神经。夫人莫怕，为夫在你身边。萧雨恒拥着楚清月入怀，上扬着的丹凤眸满满的都是温柔之色。这一天的时间里，萧雨恒要么就是背着楚清月，要么就是搀扶着楚清月，生怕她受到一点点的伤害。我又不是3岁的小孩子啊，没有那么娇弱啦。你们2个娃娃的感情真好呀，老朽瞧见过这么多的人，很少看到像你们2口子一样的神仙眷侣啊。那是，我师父和师娘是这个世界上最恩爱的男女，就算是天塌下来呀，也拆不散。面具下，闵元的话语别提有多么的牛气了。王叔，白日来我听你提及到了盛夏山的宝藏，能不能和我们具体的讲一下呀？宝藏呀？你们3个莫非也是奔着宝藏来的？楚清月也不隐瞒，点了点头。这世间多少人想要找盛夏山的宝藏呀，最后还不是死了。老朽还是劝你们3个娃娃别冒这个险了，不值得那宝藏呀，没钱。王叔似乎知道一些关于宝藏的事情，这更让楚清月来了兴致，追问着王叔那宝藏到底是什么？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别人也来寻找过宝藏吗？有啊，不过都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老朽也是一个20多岁的大小伙子。王叔的记忆一下子就回到了40多年前的那一天，他记得清清楚楚，准确来说是43年前的一个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猎户们正准备睡觉，忽然间天塌地陷，脚下的大地不断地摇晃着，
过了几日，就能看到一批又一批的人来到了村庄，要他们带路前往盛夏山，并且还给了好多的金银赏钱。祖祖辈辈都靠着打猎为生的猎户们，啥时候见到过这么多的钱？纷纷带着那些人进入到了盛夏山，他也在其中。可是众人都没有想到，这一去却是九死一生啊！当时他们是从东侧进入的盛夏山，进入山中看到的是满地骸骨，有人的也有动物的，总之那些白森森的骨头让人看着心生恐惧。进山的猎户们常年打猎，一见这个情况就知道事情不妙，可金钱的诱惑又让猎户们壮着胆子前行。不过他没有跟在队伍一起进入盛夏山的内部，等在了原地整整3天3夜的时间。当第4天的时候，几个浑身是血的人疯了一般的跑了出来，一边跑还一边喊着救命啊，有妖怪等等的话语。猎户们将从盛夏山回来的人送到了镇子上的医馆，但奇怪的是，活着出来的人相继死亡。他还记得一个壮汉在死前紧紧地拉着他的手，口中不断重复着一句话：盛夏山根本就没有宝藏。这都过去40多年了，老朽还是不能忘记那人死时候的表情呀，仿佛看到了多么可怕的东西一样啊！你们还打算进山吗？进，都已经走到了这里了，无论有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钱，他都无所谓。楚清月想要弄明白这张藏宝图和万里山河图之间的关系。行吧，还是那句话，老朽只能送到盛夏山的外围边缘，等你们3天的时间。